俄乌冲突已经演变成美军的算法之战，在这方面，解放军的能力也相当强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俄乌冲突打了快1年了，到现在很多人都没办法接受俄罗斯军队表现拉垮，因为从综合国力、装备规模等角度看，乌克兰军队就不可能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有人会说，乌军有西方国家的支援，海马斯火箭炮就是灭俄神器，标枪反坦克导弹也是俄军装甲洪流的噩梦等等。其实，从战略的层面讲，这些武器的发挥的作用都是局部的、有限的。真正能够让乌军抗住俄军攻势的，不仅仅是西方武器，而是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就曾经评述过，决定一次火力打击行动的2个关键要素：一是要有足够可靠的情报支持，二是要有能够精确命中目标的武器。前者呢，又是整个作战行动的基础。乌军真正比俄军强的地方，也就是在这方面，因为他们能够获得美国和北约提供的准确情报和海量数据的支持。美国国防部以及许多美国的高科技公司都与乌克兰有合作，美国媒体甚至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是美国的算法之战。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就算美国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海量的侦察情报数据，要想快速找到有用的信息，并通过一套合理的情报分析体系，最终给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为精准打击目标提供支持，也不是乌军能玩得转的。华盛顿邮报最近爆料称，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与美国的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合作，已经深度介入到了俄乌冲突中。例如，美国的一家商业公司每天都会对白俄罗斯的空军基地进行15次拍摄，其分辨率极高，甚至能看清30厘米大小的物体。除此之外，乌克兰还要求美军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数据，以及卫星合成的热成像图等等。就算作战区域被云层覆盖，或者是在夜间，俄罗斯军队的大规模行动也都会暴露在侦察卫星的监视之下。那么有了这些雷达情报资料之后，并不是说乌克兰军队就能直接使用，这后面还需要有大量的判图员分析有价值的情报，会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分析和判断。美国一家民用软件公司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一套名为原星座的信息系统，它能够将各种采集来的信息进行整合，并且给出击杀链条。也就是说，乌克兰军队现在可以通过这个软件获得最有价值的目标信息，并且将攻击任务分配给最合适的部队。后面的行动可能就包括游击战、远程无人机袭击、海马斯火箭炮打击等等。可以这么讲，乌克兰军队的整体实力可能弱于俄罗斯，但是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上要比俄军强，这也是俄乌冲突打得如此焦灼的一个重要原因。说起侦察平台和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其实强大的不只是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同样也是王者。在珠海航展上，彩虹无人机公司就展示过打击地面目标时的快速分辨能力。中国的无人机在侦察目标区域的时候，能够自动标定地面各种装备的名称，也就是说，我军的侦察平台本身就有一定的图像识别能力。对于察打一体的作战平台而言，这种能力才是最关键的。中国的另一个强项是在侦察卫星上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先由卫星对目标进行分析，挑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快速下传给地面，这就避免了因天地之间传输海量的图片数据而造成信息报送的迟滞。对目标的有效侦察，原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现在呢，只需要10几分钟就能完成。这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侦察卫星上的使用所带来的变化。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什么能力最重要？导弹武器的性能当然很重要，但是更关键的还是态势感知能力。侦察卫星、侦察无人机以及装在各种平台上的雷达和光电传感器，正在让战场变得越来越透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又能快速发现和锁定有效目标，
发现及摧毁正在变成现实。美国人拥有的，中国当然也有，而且我们完全有条件在这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